男人明明亲眼目睹了女友的离世，可就当第二天他一觉醒来时，却惊恐地发现身后好像有人在蠕动。下班之后，伊恩照常来到和朋友们聚会的球馆。当他和朋友说起那个真实又可怕的梦境时，却并没有得到朋友们的关注。但就在这时，他竟奇迹般地接住了这只掉出来的台球。伊恩顿时恍然大悟，他越发地觉得昨天发生的事情根本不是梦，也许就是真实存在的事实，只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发生。于是他立马打车去找自己的女友。然而就在他上车后，竟发现这个司机就是昨天的司机。然而他来到女友教课的学校，翻遍了每一个角落，也没看到女友的身影。或许是上帝被他的深情所感动，终于在曼莎朋友的店里找到了他。伊恩在此告诉女友昨天发生的事情并非是梦，说完拉着女友就往外跑去。他让女友赶紧去买票，随便去哪里都可以，只要离开伦敦。就当火车启动后，伊恩看着沿路的风景觉得越发的熟悉，便问女友买的去哪里的车票。原来曼莎一直都想去伊恩小时候住的地方看看，也有那份真挚的爱，眼眸中不禁泛起了感动的泪光。很快他们来到了伊恩的家乡，这里风景如画，空气清新宜人，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。随着一声雷响，瓢泼大雨随风而下，他们嬉闹地跑进了一间小屋躲雨，可他们的衣服早已被淋湿，不过好在这里还有些柴火。然而就当伊恩生火取暖时，手表却不小心磕到了火炉的墙壁上，瞬间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他知道该发生的事情终究还是会发生。望着即将与死神相遇的女友，眼中闪烁着无助与不舍。他明白不管自己怎么努力，终究挽回不了女友即将离开的事实。外面的雨滴不断地敲打着窗户，仿佛映射出伊恩心中那无法言语的痛苦。 It's an easy answer. A no-brainer. I love you. 雨过天晴后，他们来到了小镇。可当曼莎问到他父母时，伊恩的脸色慢慢变得沉重起来。他告诉女友，照片上就是自己的父母，只是父母早已不在了。在想着女友也即将离自己而去，他的眼中闪烁着无奈与悲伤，那些不舍与遗憾只能埋藏在心底。他不知道那个噩梦是否还会发生，更不知道是否和女友还有未来。然而正当伊恩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要去公司一趟，然后偷偷的将女友的曲谱拿走，他来到外面的打印店，将女友的曲谱复印了89份，再到女友要演奏的地方，和负责人商量等会留个时间给女友上台演唱。演出如期而至，会场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。然而就当表演者优雅谢幕时，曼莎却以为演出已经结束。这时全场的人都换上了他写的曲谱。当曼莎看见那是自己写给伊恩的情歌，顿时愣在那里半晌无法回神。而此让听众们不禁为之动容。当演唱落下帷幕时，全场观众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。从演唱会出来后，曼莎非常兴奋，她终于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恐惧。接着伊恩带她来到之前他们经常约会的地方，这里有轻柔的音乐，温馨的灯光，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浪漫的气息。伊恩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陪女友共进晚餐，他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女友开心，于是拿出一条手链给女友戴上。I want to tell you why I love you. Samantha, if not for today, not for you, I would never have known love at all. So thank you for being the person who taught me to love. I don't know what to say. You don't have to say anything. Thank you. 就在这时，一辆出租车停在了他们面前。曼莎毫无顾忌地上了车，而这次伊恩的选择是跟随女友一起上了车，还是那辆奔向死亡的出租车，司机也还是那个司机，还是同样的时间，只是这一次有伊恩的陪伴。随着车辆缓缓启动，曾经的点点滴滴就像电影一样，在伊恩的脑海中不断放映，如同闪电般瞬间划过，转瞬即逝。伊恩的呼吸变得急促，神情也跟着紧张。突然，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，他毫不犹豫地护住了女友。和昨天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曼莎活了下来，而伊恩却永远地离开了她。也许这就是爱吧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我会在每次牵手的时候紧紧地握住你的手，在每次拥抱的时候紧紧贴着你的心，让你感受到我的心。有一种爱，明明知道结果，却还是如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。也许我们无法共度漫长的一生，但我愿意以最真挚的爱，与你共度那命中注定的绚烂篇章。明知道爱你有期限，却仍愿为你倾尽所有温柔，不求